你们觉得乐老师收购苹果能成功吗？你看，不管是红富士、黄元帅，还是阿克苏冰糖心啊，这几家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实力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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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一起来看一看本周有什么值得吐槽的事情啊！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好玩的话啊，你可以打一下哈哈哈。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完全没意思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。我们下面开始。本周呢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苹果的消息。首先呢，是有多位知名的分析师又开始预测了。显示屏分析师表示啊，苹果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推出14.1英寸的 iPad。还有可能引入屏下摄像头和可折叠显示屏。你要仔细分析，他说他未来几年可能，未来几年他干不干分析师这活还不一定呢。我发现这个分析师这活是真的好干。我现在就可以推测，苹果马上就要推出14寸的带刘海的 iPad， 我还有真机图，你信不信？大家看到，这就是14寸的 iPad Pro。那么相对于现在的版本呢，它增加了非常漂亮的刘海屏，统一了苹果的 ID 设计，超窄的边框，握持感极其的优秀，而且啊，还在下方增加了键盘，解决了打字不方便的问题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我们的14寸iPad Pro 设计打几分呢？满分100分，请大家把分数打在弹幕上。你不信是吧？你觉得夸张是吧？我还预测呢，苹果过2年还会推出86寸的 iPad Pro。我还有真机图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。等明天了吧，我会找个电视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好了，那你现在就看到我们给你展示的是86寸的 iPad， 滑动也非常的顺畅。而且我们这个 iPad 还有原生感摄像头，怎么样？大家觉得哪一年我们可以正式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呢？要不说这个苹果分析师啊，他就是好干，是吧？在和苹果合作了近30年之后，苹果的首席声优 iPhone 的首席设计师 Johnny Ive 正式结束了和苹果的合作关系。这是一段长达30年的佳话啊，如今呢终于是结束了。不论是给予设计师也好，还是给厂商也好，首先呢都是要给予祝福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，离开了就离开了嘛，对吧？离开了之后有更多的可能。Johnny Ive 呢作为全球知名的设计师，咱们国家这些手机厂商是不是可以请来一下啊？来吧，同学们，你们觉得哪家厂商把 Johnny Ive 请来，收益最大，效果最好啊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直播间的小伙伴表示，小米应该把 Johnny Ive 挖过来，当做设计总监，设计下一代的 iPhone， 不是下一代的小米13 Pro Max。哈哈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小米以前叫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，小米以后咱们就可以苹果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，对吧？我们这是苹果的设计师，有疑问吗？广告头我都想好了，小米12是这真徕卡，小米13是这真苹果呀。红米也可以用啊，对吧？咱们设计个红米 K60 Pro Max， 真苹果敢 KO 啊，这都是开玩笑啊，就是瞎编啊。小米的小伙伴你们千万别当真。这聊了半天小米躺枪，你说这小米一句话没说，我们在这说了半天小米，大家不要再调侃了。下面咱们给小米真正提点建议啊！这2天经常有小伙伴说，我打算购买小米12S Ultra， 那这款产品它到底能用几年呢？能不能陪我度过大学4年呢？能有多久取决于你怎么看它。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台手机啊，对不起，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的保质期就是1年啊，有的还不到半年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台相机，徕卡相机，你别说3年4年，就是5年8年，它也照样可以留下精彩的照片。什么叫宣传鬼才啊，同学们？厂商在宣传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宣传这是小米的旗舰手机，你就直接宣传这是一台徕卡相机搭配了手机功能就完了。小米的宣传部门怎么样？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那么一丁丁道理？所以想要购买小米12S Ultra 的同学，看你把它当做是什么。说完了小米，咱们聊一聊乐视啊，这也是当年和小米抢骁龙首发的一代巨头啊。如今的乐视的情况可能让很多人唏嘘啊，表示乐视当年生态化反
大杀四方，如今却濒临破产，这实在让人可惜啊！好可怜他们呐！我劝你冷静啊！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梦想当中的职业是什么样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我想钱多事儿少还离家近，他说就钱多就行，他说不想加班啊。其实啊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。其实多数人啊，都还是想踏踏实实工作，但是呢，希望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和待遇。很多同学都想，我其实只要不内卷啊，不成天加班，不天天996啊，公司能给我正常交社保就行了。我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。现在有一家企业就实现了这些要求。是谁呢？就是乐视啊。首先呢，前两天有一个大 V 爆料说，目前呢，乐视啊整体还剩下400多员工，而且不少都是老员工啊。为啥这员工都不走呢？这公司不破产了吗？因为乐视的幸福感非常的高。首先呢，这个没有什么业绩的压力啊，他也不需要业绩了嘛，没有内卷，没有996，他也不需要拖欠用户的员工，社保呢也都足额的去交。还有什么好企业吗？乐视官方呢也回复了这条留言啊，确实是如此。这个乐视表示啊，虽然我们过的不是神仙的日子啊，但是呢，大多数的情况基本属实，是吧？大家呢都按部就班干着自己的这个活。那有人说不对呀，乐视当年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对吧？也没还清呢，那怎么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呢？啊，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两方面。第一个，大家回忆一下，乐视当年靠什么起家？乐视电视，乐视电视靠什么起家呀？大量的优质片源啊，比如说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《白鹿原》，还有什么《太子妃升职记》啊等等一时比较火的这些剧，这些剧都是乐视当年花了超低的版权价格买过来的。那如今这些版权价格向外分包的时候，每一年都是千万级别的营收。还有什么乐视大厦啊，那如今改名叫乐融大厦了啊，这里边有那么多工位啊，这400个人他也坐不下一层，那你其他层就出租呗。一边有着上千万的版权收入，一边还有着收租的钱。那你说这400人每年就花这些钱，轻轻松松。这好家伙，这不是上班，这是上班就当包租公来了。一句话总结目前乐视的情况啊，就是没有老板管，还照常发工资，是真的爽。有人说不对呀，不是贾老板的吗？对吧？是啊，贾老板一听说员工一个个这么爽，纷纷表示下周我回国，这回真回国，很多窒息啊。看完这个消息啊，我自己也心想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家伙这乐视这些员工真是有编制了，这属于是这我也想去啊，这轻轻松松是吧？没有业绩压力，对吧？社保足额交，工资照常发，福利全都有，可以啊，活成了我们梦想当中的样子。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，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挺特殊的。老板不回来，他也管不着。虽然乐视当年欠了这么多钱，但是他不会找这些员工要啊，他还找着贾老板去要啊。在这单位工作，这爽歪歪呀！这老板活的不如员工了，属于是。什么叫爱护员工的好老板？债务自己背，员工放心飞。WPS 知名的办公软件啊，连续登上热搜。一方面呢是说一方面呢是有用户投诉表示说，哎，自己的在线信息啊遭受到了侵犯啊。那么 WPS 这边呢也是急忙辟谣啊，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好几个来回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，咱们不再过多参与。第二个方面，很多人呢都吐槽说 WPS 啊有广告啊，广告太多。哎，所以呢，在 WPS 的官方微信号办公助手里面 ，WPS 有这么一条评论：我们老板在微博上说了，最晚明年年底彻底关闭广告。这还真的是让人有点惊讶啊！我先来一个小调查，正在看咱们节目同学，你平常用什么办公软件？用微软 Office 的打个1，用金山 WPS 打一个2，用其他办公软件打一个3。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微软这边呢，你收费啊，当然还有一些同学说我用的是那个破解版，毕竟它不是正版啊，心里在用的时候呢，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忐忑。WPS 这边不用了啊，它毕竟是上来它就免费啊，但是和所有的互联网企业一样，免费它就得有广告，而且这广告确实挺多，打开有广告啊，平常还右下角还弹广告啊，反正看起来确实是不怎么样。说到这里啊，不仅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陈年旧梗，那还是在30年前，大家伙啊用软件还得去电脑商城买光盘回来安装啊。不过那个时候多数人买的都是盗版光盘，5块钱一张光盘，里边呢有500个软件啊，其中有一个软件就是 WPS， 大概就是这情况。有一天 WPS 的客服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那边态度很差，抬起电话就说：“
你们 WPS 这个软件是怎么回事？这儿不好使，那儿不好使，这儿差那儿差，这儿功能没有，那儿功能没有。聊了半天之后，客服耐心的给他解答了很久很久啊。最后问他说：“先生，您这个 WPS 是在哪个渠道购买的？我们让客服人员再和您联系一下。”打电话的人对客服说：“我就在电脑城买的呀，5块钱呢，5块钱呢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是花了钱的呀，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吗？”客服当时都傻了啊，这就是一个陈年旧梗。我个人觉得啊，还是应该 WPS 的收费用户的功能去和微软的收费用户功能相互去比较，才是比较公平的，是吧？那在完全没营收的情况下，如果他没广告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，是吧？又不让马吃草，还想让他拼命跑，这确实有点困难。那有同学会奇怪了，那你说你现在这个 WPS 为什么说它会取消广告呢？据分析是有2方面的原因。第一方面是不 to C 了啊 ，WPS 有好多业务 to B 了，对政企用户啊那边收入是大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目前一些会员啊，WPS 会员已经可以覆盖掉广告收入了啊，这也挺好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在任何一个市场当中，合理的竞争总是友好的。不管是微软的 Office 还是金山的 WPS， 我们都希望他们健康茁壮的成长，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。紧接下来的话呢，华为可能会有1到2场发布会，分别会带来鸿蒙操作系统和华为的 Mate 50。工作室的小伙伴表示啊，我这使的 Mate 40都已经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， Mate 50到底啥时候来呀？就快来了，就在下个月，耐心等待一下。这里边可能还要额外说一句啊 ，Mate 50呢大概率还是4G 芯片。那来问大家一下啊，你是否会考虑购买一款4G 芯片加5G 通信壳呢？会的同学打个1啊，不会的同学打一2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我这边给华为的建议呢是，能不能考虑直接赠送一个5G 通信壳，让支持华为手机的用户呢能够享受到更快的速度啊。当然也期待鸿蒙操作系统啊能在更多的设备上运行，毕竟一个操作系统它的用户基数就是生命。说到华为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上的预测。那知名的分析师郭明奇带来一组预测。郭明奇大家老朋友了啊，过去这1年预测苹果非常的准。郭明奇呢在他的推文上表示，在华为退出了5G 智能手机市场之后，整个大中华区的市场呢，苹果将会一家独大。哎呀，看到这个消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吧，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是滋味。回顾一下过去几年，华为啊冲击三星和苹果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取得了相当好的一个成绩，但是现在被小人算计啊，没有办法。那市场上面呢，本来我们预测是不是其他的国产厂商能够接过高端市场的份额，但很可惜，过去的618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啊！如果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的话，可以说未来的1年 ，iPhone 14的销量将会迎来一波超级大的井喷。那从目前各种各样的爆料来看呢，苹果的备货大概有9000万台到1亿台左右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恐怕都不太够。说起苹果啊，这2天罗老师又登上热搜，在直播间罗老师表示呢，要谈收购苹果的路径啊，应该分几步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罗老师表示呢，要等到它日渐衰落，我们逐渐崛起。这边新闻标题写的是啊，罗永浩时机成熟收购苹果。这里啊，咱们要跟准备来科技美学应聘图文编辑的同学明确说一句，咱们在写标题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分清楚主次，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写法。咱们就以这句话为例，罗永浩表示时机成熟收购苹果，你可千万不能写成罗永浩表示苹果成熟再收购。你们觉得罗老师收购苹果能成功吗？咱们来分析一下。我自己觉得呢，目前的苹果种类是比较多的，要想一下子收购下来的话呢，罗老师恐怕要稍微策划一下啊。你看，不管是红富士、黄元帅还是阿克苏冰糖心啊，这几家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实力。罗老师不管去收购哪一家，都需要精心的策划，而且这每一家产地离得还比较远。第2天，某震惊媒体看了我们的直播，发了一条标题，写着说：“震惊，罗老师宣布进军农产品领域。”这个刚才都是开玩笑啊，调侃一下，请罗老师不要生气。我们下面正式看一看。目前，罗老师呢已经在直播间宣布成立了全新的创业公司细红线啊，这是全新的
创业方向。刚才咱们调侃了一下啊，没有什么恶意啊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详细的帮罗老师来分析一下，如果他真的要收购苹果，注意啊，是加利福尼亚那个啊，不是烟台那个。我们首先来看罗老师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根据公开资料报道，2年罗老师挣了6个亿，坦白讲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！这里没有任何调侃的意思。好，那如果罗老师以现在这个速度下去，多久能够收购加利福尼亚的苹果呢？好，那想要收购苹果的话，我们就用3万亿除以6，就等于500。想起那首歌了啊，我真的恨啊，这歌不能唱是吧？对不起，这歌不能唱，对不起。3万除以6不是500是吧？啊，是5000是吧？是5000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没唱完啊，你们可别瞎编啊，我可没唱。咱们说点正经的啊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仅凭罗老师的个人努力，想要收购苹果的话，恐怕还真的需要对吧？那如果换一个想法，咱们思路拓展一点，罗老师可以考虑加入某一家巨头公司，成为 CEO 高管，然后再由这家巨头公司去收购苹果，这样是不是就合理了许多呢？那我们先看一下全球排名前10的科技巨头，谁有实力去收购苹果呢？唯一有实力的啊，或者唯二有实力的，首先就是微软啊。早在1997年，苹果呢是陷入了经营危机，当时是资不抵债。那微软公司呢拿出了1.5亿美元啊，注意啊，那可是97年的1.5亿啊，天量的钱入股苹果啊，所以微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持有天量苹果股票的科技巨头啊。要说谁敢说收购苹果，那微软是有这个资格，是不是？罗老师可以考虑加入微软，成为高管，想收购苹果，那就没人敢捣乱。你说我说这个是不是比刚才要现实了许多呢？哎，同学说这个微软和罗老师好像也没有什么交集。主播，你能不能不要瞎编？那接下来咱们再想一个事情，科技巨头里还有一家是我们熟知的，就是 Facebook 脸书，市值同样极其夸张。他如果收购苹果，钱也是够的。那他有什么动机呢？啊，有同学说这个谷歌就算了啊，这个都不存在的企业，是吧？这种国外的小企业，他能干过百度吗？百度他都干不了，还干苹果？你这可拉倒吧。有的同学可能会说，这微软它和手机公司有啥关系呢？你可别忘了，微软当年可是收购了诺基亚。那么 Facebook 脸书，它如今已经不要脸书了，对吧？改名叫 Meta 啊，不要 Facebook， 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它如今是重金押宝元宇宙。可惜呢，资本市场啊，对于脸书不要脸书的行为是完全看不透。几个月来，数百亿的市值是化为乌有，搞得扎克伯格本人他也是瞻前顾后。难道这个元宇宙就只能是个噱头？那既然脸书的股东们都已经受够了，不如就让罗老师加入 Facebook， 一起来打造这个元宇宙。为啥？你看罗老师他在干什么？罗老师成立的新公司就要杀入元宇宙啊！它是一家定位在 AR 领域的公司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世界线收束在一起了？我们现在可以畅想一下啊，你看现在扎克伯格和脸书干了好几年，这个元宇宙的状态呢也不尽如人意。那罗老师这边创立的 AR 公司，他万一要干成了呢？老罗和小扎在一起之后，没准就可以打造出全新的元宇宙帝国。这个状态下再去收购苹果，谁还敢说这是开玩笑啊？科技不无聊，那也来吐槽。想看到我们疯狂吐槽各家厂商，关注我们，下周我们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124同学问到说，这个设计类专业是否推荐苹果笔记本呢？哎，你这算问着了，因为我们平常做大量的和设计相关的内容。2维为主选苹果，3维为主选微软。